太行天下己，黄河出昆仑，山川形势地，历史多名城。这是陆游形容太行山的诗词。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山西太行山。太行山又名五行山、王母山、女娲山，坐落于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之间，由东向西南绵延400余公里，东西宽100余公里，山高崖险，峭壁多如牛毛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自古就有天下之己，东西俱防之称，也是古时候中原王朝抵御游牧民族侵扰的天然屏障，也是我们俗称的800里太行。在61年以前，太行山自己是一片汪洋大海，后面经过了频繁的地壳运动，地面上升下降，海水时进时退。当海水退去时，这里沼泽广布，气候温暖潮湿，生长着茂密的森林，因此形成了太行山区丰富的煤炭资源。在以后一次次地壳活动使太行山脉逐渐隆起，后与东西的华北大平原断裂，形成了太行东部陡峭、西部习缓的地貌形态。同时，地壳运动形成了很多明显的断层崖壁，这些笔直如削的陡峭绝壁，矮则数十米，高则数百米，可能有些还有上千米，在太行山区绵延数十公里，堪称雄伟壮美的奇景。也就像我们说的太行大峡谷，就是由于这些地壳运动变成的。太行山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，商旅通衢，古时候有著名的太行八境，这样就造就了太行山深处有无数的村落存在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山西境内的太行山，今天准备去一个太行山深处的村落看看，据说是一个世外桃源。之前我们在云贵川看到也行驶了很多挂壁公路，那么在太行山里面的挂壁公路可以说是数不胜数。你像我们熟知的郭亮村挂壁公路也是属于太行山当中的，只不过那边是属于在河南境内。那么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世外桃源的村落也要过一个挂壁公路，这就是红梯关挂壁公路，也称漳河挂壁公路，长度大概是10公里，是太行山里面所有挂壁公路跨度最长的一条。我们在云贵川走挂壁公路，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几百米乃至1-2公里，而今天看到的这个挂壁公路10公里确实很长啊，包括我自己行驶在上面都感觉有点胆战心惊。红梯关挂壁公路修建于1968年，由当时的800多名村民自带工具、自带被褥，自己支那个火灶、做饭、帐篷，吃住在工地，用铁钎、铁锤等最原始的工具。因为在那个时期，第一是没有大型机械设备，第二在这种太行山里面，大型机械设备是进不来的。从梯后村的北山崖中挖了5个涵洞，劈掉7座山岭，填平3条大沟，历时了6年时间，才终于打通了这条悬崖上面的挂壁公路。我们从空中看这条挂壁公路，是不是感觉非常震撼？从上面到底部可能有几百米。它这个挂壁公路不光是在崖壁上修路，而且呢还要打通隧道。如今这条以血汗和眼泪铺就的挂壁公路，以其险峻卓绝震撼世界。英国的《每日邮报》赞其为通往成功之路。我们向修建这条挂壁公路的人们致敬。一直以来有这样一种说法，地下文物看陕西，地上文物看山西。那么你对山西的印象是什么呢？你来山西旅游会想到什么呢？到底是黄土高原，还是窑洞，还是熟悉的悬空寺、乔大药院等等，还是心灵净土、清凉福地的五台山，或者是赫赫有名的平遥古城？那其实你来一趟太行山深处，你可能会对山西的认知完全不一样。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村落，刚好是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太行山深处的一座古村落。在挂壁公路上行驶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终于来到了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。我们经常去很多地方大山里面说会碰到世外桃源的村落，这里呢就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这里既是一个世外桃源村落，同时也是一个悬崖村。这就是悬崖上的古村落，是典型的崖上村庄。由于附近就是著名的古关红梯关，所以早在唐朝，红梯村就已经有一定的规模，距今有1100年的历史了。2014年，红梯村入选中国第3批传统村落保护名录。作为曾经的要塞古村，
红泥村选址十分讲究，村落坐北朝南，背靠主峰山，村西还有村南都是大山，唯有东南山涧狭缝与外界相通。红堤关禁域古道经村而过，红泥河将村落一分为二，三面环山，依水中分，正是符合北方传统村落依山傍水的布局。因为我们也经常说嘛，古代建村建城它都是要靠近水源的。红泥村以红泥河为界，分为南庄和北庄，北庄以民居为主，南庄则是当时的禁域古道延伸的商贸区。说的通俗一点，就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商贸重镇，很多在这条古商道上面就会选择在这个村落中转休息，所以就分为商贸区和民居。这个在全国很多的古村落古镇都能看得到。红泥村房屋呢，建筑呢非常有特色，它基本上就是就地取材，石板做屋顶，石头垒墙壁，是太行山的特色。太行山里面很多村落它都是以石头作为房屋的，因为这个地方明显的看到是石山为主，太行山80%都是石头，那么大家建房屋的话，在这边砖也好木头也好是很难运送进来的，所以只能用石头，也是人类房屋修建史上的一个奇观，彰显了我们民族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禁域古道被世人逐渐遗忘，曾经繁荣的红泥村也渐渐的遗忘在太行山当中。但是近几年，由于太行山的名气，红泥村卷土重来，再次成为一个繁荣的旅游地。在这里，壮观的地貌、复杂的地质、连绵的山脉、俊俏的岩体，形成了无数的奇峰怪石、危崖绝壁、幽谷深渊等自然景观。特别是这里有太行第一大瀑布红泥村瀑布。当我走进这座有着1000年历史的古村落时，还是被眼前这幅画面给惊到了，确实是太美了。之前我来过一次山西，看到的就是黄土高原，基本上和我们走到陕北类似，但是来到这里，仿佛就进入到想江南了。特别是夏季，村旁边的红泥河河水暴涨，流下悬崖后形成一道瀑布，溅起的水雾折射阳光，形成了弧形彩虹。脑海中可以想象得出来，整个村子就建在瀑布旁边的山崖上面，就像人们常说住在海景房里，每天早上能看到大海。而在这里，你如果住在悬崖上的房子里面，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瀑布从窗外倾泻而下，是不是美好的画卷？同时，这个村落的村民每天晚上都会在瀑布的轰鸣中入睡，这是一种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。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村落以前是古驿道一个重要节点，那么其实就保存了很多古民居。大山里面建造房屋，建筑全部是就地取材。走到这个村落，我们就到处能看到石头房屋、石头台阶、石板路，估计呢太行山都是这样的。走在这样的石板路上面，犹如进入一座古寨或者一个古老的历史文化长廊当中，你就能感受到古朴的味道，美得一塌糊涂。当你深入其中的时候，你脑海中仿佛有了几百年的记忆，让你感受到了这个村落所带来的冲击感。这个村落现在称之是世外桃源，但是在很久以前，古代的话，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是与世隔绝。尽管说它是有一个禁域古道在这里穿越而过，但是我们通过刚刚进这个村落的方式，就能够感觉到在以前是非常难的。现在有挂壁公路和高速，那么在以前基本上是要翻山越岭的，出去一趟极不方便。住在这里的居民可能很多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大山，所以才称得上是与世隔绝嘛。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国家厉害了，到处有公路，去哪里都可以了。太行山是一个大的山脉，其实里面不光光只有一个村落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古村落，我们也会去看一看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大家。